今天是平日这个生意看来行销做得还不错哦。Oh my god！ 这真的是本来的设计吗？只剩2个车位大家从小对传统市场的印象是什么呢？地板湿湿的、臭臭的，老人家为了便宜才去的。就连艺人上节目也都说他们只去百货公司下面的超市买菜，而舍弃了传统市场。所以我们的政府也听到了，这几年大肆的改建市场，台北的环南市场南门市场都相继落成。这股风潮一路向南吹，吹到哪里呢？我现在呢就在屏东的西市场门口。西市场呢建于1980年代。位于屏东市和平路有40年历史的西区公有市场，市场内关闭歇业的摊位比开门营业的还多。40年后，本来200多个摊位，最后只剩下不到20家有在营业。改建市场最麻烦的呢，就是摊商协调。这下好了，只剩下1/10的厂商有在营业。屏东县政府索性全部拆掉改建，花了2亿元，把一半的市场变成停车场，所以新市场呢只有76个摊位，整体其实只改建成了44个车位，也就是说，它的76个摊位如果都把车子开进来停，一般民众就不用停了。哇，第一次看到有哺乳室的菜市场哦，你没跟我一样吗？我靠，这么大一块空间都让人走路吗？还是以后假日会有市集呢？如果以后假日会有市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现在市集非常流行，这里甚至还准备了个直播室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吧。里面呢就长这样子，未来可能会有厨艺教学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其实这个不错的概念。哇，这比我想象的还美，有一种文青假日市集的即视感。做得足够宽敞哦，轮椅也可以很轻松的在这里行动。我来的现在是试营运期间，好像还有一些摊商没有进驻吧。其实靠近摊商的这边都没有设置沟渠不知道可以保持多久地面不湿湿的呢？但是当时抽签的时候是盛况空前据说中签率只有20%。提用这种可以简易就能够更换的布条是蛮值得夸奖的，因为如果摊位换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可以把它撤掉，再换新的，这个成本也是很低但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美观指谁谁发财。对。在台湾，我们的政府单位经常把硬体设计的美轮美奂，但是他们总是忘了一件事，管理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才刚开始试营运，内部就已经慢慢滋生伟大的中华民国美学。像这种可擦除的，虽然是可擦除的，因为你无法控制它到底会怎么写，这个美观度呢也是需要考量的。像这个可能也是店家觉得很可爱，但是实际上民众们也会觉得可爱吗？大中华式铁笼就这个你知道吗？大可不必，这么漂亮的市场，是不是有点突兀呢？其实也不是要摊商都不能依照自己的贩卖物品来做摆设，但应该是由管理单位来辅导，或是由专业人士来提案规划设计。店家可能认为这样很好看，但是我想本来设计好的设计师应该不会那么觉得吧。再来做修改或是优化，如果没有在初期就定好规则，这样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多，到最后就会失控，让一刚开始的设计团队心血付诸东流。其实我觉得2楼呢被完整的设计的熟食区呢分为2区，就是 A 区跟 B 区。但是呢，如果要去买吃的，或对民众来讲有一些麻烦。我认为2楼还是可以设一些熟食区的，或者是到时候再设一些零食摊位嘛，就是有更方便的环境。全新的西市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管理好摊商比例，再优化2楼的可用空间，应该你在屏东混得风生水起吧。这是高雄鼓山鱼市场，一个极度失败的改建案例。这边应该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把一半的空间拿来当火锅店的地方。他好像直接放弃了，他连虾饼都只放2、3包，然后机器已经没有在运作，然后也没有人了，也没有人在顾摊。当初专业的植栽设计师是要让这个东西长成这样的吗？Oh my god! Oh my god! 这真的是本来的设计吗？根本就没好好的维护太扯了。你要做一个商城，它的名字叫做鼓山鱼市场，这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知道吗？但你的宣传标语是的，全台最美高
雄鼓山鱼市场，这会让大众误以为你真的是鱼市场啊，所以你会看到大批的 Google 评论，其实都是写到他们想来逛的是鱼市场，但最后大失所望。当然，最后南人湖的经营团队好像发现了这点，签约了几个船东，让他们把鱼货弄到岸边来拍卖，但鱼货量不但少得可怜，通常只有2、3种鱼，有时候啊甚至没有鱼货。你看，只有1、2、3、4。也就是说，加上刚刚的那4家，其实呢，我来里面只有6种选择。这么大的一个商场，我只有6种选择，我不倒才怪。其实高雄市区呢，完全没有像样的观光鱼市，你必须开车40到60分钟，你才能到最近的科寮或是新达港。你要做一个最美鱼市很简单啊，你直接跟邻近的前镇渔港业者招商就好了嘛。但是很显然啊，南人湖想要做的是复制战恶库的成功，来这里也做个文青商场。但是这里开车只要不到5分钟，我就可以到战恶库；走路呢，大概也是10分钟以内。我为什么要舍弃战恶库来逛这个地方呢？他们2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我们一旦往外面走去，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景啊！夏天的海之滨啊，满满的人，是什么原因让1亿4千万连这碗冰都不如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根本就不太需要更多的食物，你知道吗？外面这条街呢，如果已经饱和的话，应该连这种小店面啊都要租出去，都要被塞满。这是很显然的，这边的消费量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后来我想一想，发现南人湖他们是做休息站，会不会是他们想说，来这里坐船的人就会过去消费，这样子的概念呢？但是做渡船的人80%呢，集中在假日啊，而且你又不做本地生意，意思不就是你一周只做2天生意？历经一次营运不佳歇业，去年12月重新开张的鼓山鱼市场承揽业者南人湖集团，因平日客流量不多，入不敷出，与市府协议解约。当地居民去市场是去买日常所需，观光客去市场是为了体验本地人的生活，这才是市场的本质嘛。像我们在旅游书看到的那些欧洲或是日本市场一样，它绝对不是为了吸引观光客才盖得那么美，好吗？肯定是为了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其实这个区块啊，本质上呢就不适合作为百货公司来开发，因为如果要逛百货公司呢，我干嘛不逛市区那些更大更漂亮的？我要来这边逛这个6家餐厅，然后其他都是农产品。那如果真的让它回归到最美的鱼市场啊，是不是可能是一条出路呢？好，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接下来换你们喽。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在下面留言吧。拜。